是老魏，我身后呢就是梁儒学街身后这条街属于梁儒学街，梁儒学街，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街，在第五郡。那我对面呢，也就是我现在的身后这面墙属于大水货医院，这是大水货医院的后墙，大水货医院在越南在越南胡志明市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家医院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把梁儒学街逛一下。梁儒学街的，就是红邦路的这一侧呢，只有这么短，就是一片树林啊，非常非常美啊。这边咖啡店也很多，很多人就特意跑到这边找一片城市里的宁静在这边喝咖啡。这里的咖啡店是一家接一家，都是18世纪法国人建的，非常非常粗了。看老魏这身材，跟这树一比就显得巨苗条。这边的房子也非常的老啊。薛街的这个结构房子房屋造型包括这个街道都是在1975年之前，也就是解放前都已经成型了现在的变化基本不大。那如果说有变化，就是有一些房子会翻新盖得更漂亮一点。这是梁儒学街一条交叉的路之后呢是一所小学梁儒学街的尽头靠着一所小学，这个黄色的房子就是小学了梁儒学街和红邦路交叉的地方这里每天都是非常拥堵的这有非常漂亮的咖啡店也有很多摆摊的。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红邦路和梁儒学街交叉的地方，在红邦路的路中心这条路非常宽非常宽然后呢，红邦路就是另外一侧呢，就是梁儒学街，它只有很短，大概50米左右。我身后的梁儒学街就非常长了，那是全是属于第五郡非常非常漂亮。在越南每一个路口几乎都能找到非常漂亮的咖啡店这一家也是很漂亮的咖啡店。在一个路口我们就看到了3家很漂亮的咖啡店很有越南风格这条街非常短和梁儒学街是垂直的，叫好记街。现在已经临近下班了，有的店铺都开始打扫卫生了。这是老式的越南民居其实原来这都是华人居住的地方。身后的这些店铺这些店铺是卖这种，其实它不是寿衣它卖的是这种，就是庙里供奉的那个神仙穿的这些衣服都是给他们穿的，还有一些凤冠霞帔这些都非常有特色连着有2家这种店还有一家卖凤冠霞帔的店。和梁儒学街在垂直的这条街也就是我身后的这条街，身后的这条街呢叫老子街老子街也是一条和梁儒学街垂直的一条街那这条街上卖这种凤冠霞帔的卖这个香波子果的非常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街有一座非常非常有名的寺庙几乎所有的越南当地的华人都来拜祭过的。
这里就是温岭会馆啊。温岭会馆也被称为提案观音庙，老一代华人拜祭观音娘娘的地方。这里因为有这个观音庙温岭会馆被称为观音庙。那因为有了这个观音庙嘛，所以周边的卖这种神像的，或者说卖衣服的，卖这种给庙里的观音啊或者神像啊穿衣服的这种店就很多。这种越南早期的老式的民居啊，看起来很有诗意啊。这栋房子我觉得特别有年代感了，应该是很多很多年前的。真的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100-200年前的老房子，它再老的肯定是看不到了。胡志明的历史就是这样，它其实也就只有300年左右的历史了，但是最早期的那种房屋啊、建筑啊，或者一些优秀的建筑，还都能保存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讲，真的不容易。它就见证了这一座城市从它开始有到一直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它的历史的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啊。这里是梁儒学街和阮宅街的交叉路口啊。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小庙啊。这梁儒学街周边的这种寺庙，华人寺庙就特别多。这里以前也叫救火局啊，它也是救火局。救火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消防局啊。家里面的绿化做得特别好啊。阳台上全是这种绿。我对面的这套房子啊，非常有特色啊。像这种屋檐啊，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应该是很多年前的房子了。越南呢，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住的房子是哪一个年代建立的，因为在解放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放弃了自己的祖产啊，去到了别的国家生活。那后来的人呢，就是跟前面住的人可能都不认识，所以就这套房子是哪一年建的，无从考究。现在赶上了放学的时候啊，人流量就很大。这条路呢，就是澄清道了。滚的车流啊，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啊。越南就是这样堵。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中药的铺子啊。其实这里很快就到了这个中药街啊。在越南胡志明市呢，有一条街叫
海上揽翁街啊，这条街上其实它就是一条中药街啊，街上的中药铺子特别多。那街的周边呢，也都是卖这种中草药的铺子。而且现在越南的中医啊还是蛮厉害的啊，有一段时候啊，有一些非常有名的老中医在越南是非常有名气的。对，这都是很老的房子了。这不老，这个粉红色的很老了，对吧？对。那我就闻到了一股药香啊，就是那种中药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儿。这里就有一家养济生药这种老的药铺啊，在这家老的药铺边上呢，就是居正里小区啊。居正里小区老魏以前是拍过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居正里小区的门啊很小，这里的中药店就比较多了。现在已经把梁儒学街啊全部走完了。我身后呢就是梁儒学街和海上揽翁街交汇的地方啊，这里的正好赶上下班的时候，车流量非常大。这就是海上揽翁街啊。那过了前面那座桥呢，就是第8郡了。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